王晨。相比于旁人的震惊，风雷剑派的众位弟子更多的乃是诧异，毕竟在他们眼中，此时的楚风乃是他们的同门弟子。王晨虽然他们也知道王晨平日里嚣张跋扈，但他们同样也知道王晨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在弱者面前，王晨就是王者；可在强者面前，王晨却是一个懦夫。这种场合之下，单说风雷剑派100名弟子之中，王晨也是一个较弱的人。按理来说，他在这100名同门弟子之中，说话都要考虑再三，不敢招惹他人。如今怎么敢顶撞那9星天山的最强弟子宋金伦了？况且刚刚那王晨所说的话，还不止顶撞了宋金伦，而是将9星天山以及风雷剑派的所有弟子，包括欧阳剑派最强弟子欧阳平志也都得罪了。这也未免太大胆了吧？欧阳平志，想不到你这么没用，连你的同门师弟都这样看不起你。宋金伦一脸讽刺地看着欧阳平志，而欧阳平志也是一脸怒容，觉得相比于宋金伦的羞辱，来自同门师弟的顶撞更让他下不来台面。王晨，大家都在排队进入，你这什么急？难道就你急吗？欧阳平志虽然声音很是不悦，可是他说的话还算客气。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有诸多大人物在看着，他要保持风度。可欧阳平志装模作样，楚风却不惯着他。楚风冷笑一声，便说道：“你是瞎了吗？你说什么？”欧阳平志以及风雷剑派的弟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王晨竟然敢顶撞欧阳平志，甚至他的话语还如此的难听，他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莫说旁人，就连那白露露也是看向了楚风，清澈的眼眸之中涌现出了一丝意外。你抬头看看，看看那虚空之上的景象，朱天门以及龙凤仙阁等弟子都已经进入结界世界之中了，而你们居然在这里说废话，你们有什么矛盾？到一旁自己去解决，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站在前面不走路。你不着急，我可急。我来此处不是看你们争吵的，而是要拿那结界世界内的宝物。失去了先机，你负责吗？楚风目光如炬，言辞犀利，继续说道：“这家伙够狂的呀，竟然敢对欧阳平志这样说话。况且他是什么身份啊？竟然敢口出狂言，说要拿结界世界内的宝物。”此时旁人不解，不明白这个人为何如此胆大，而风雷剑派的弟子则是更加震惊了，甚至许多人脸色都变了。他们此时看着王晨，甚至目露同情，他们都觉得王晨是死定了，胆敢当众如此顶撞欧阳平志，这王晨自然是死定了。你这家伙真是欠教育了，要想死的话，我定会成全你。面对如此嚣张的楚风，欧阳平志终于忍不了了，他不仅目露凶光，更是暗中传音，开始威胁楚风。欧阳平志，你在做什么？忽然间，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从天而降，乃是风雷剑派掌教的声音。宋金伦，莫要耽搁大家时间，更莫要忘记你此次的任务。紧接着9星天山掌教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虽然也知道两派弟子为何针锋相对，但他们却也不希望两派弟子失去了先机。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宋金伦还是欧阳平志，就算心中再不爽，却也没有办法，只得乖乖地进入那结界世界之中。而这结界阵法就好像能够感应到一切一般，明明朱天门等势力已经提前进入了结界世界，可当他们进入之后，那结界世界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当风雷剑派以及9星天山的弟子所有人都全都进入那结界世界之后，那个结界世界便立刻有了变化。进入结界世界之后的楚风他们是看不到外面的镜像世界的，他们所能观望的东西是有限的，毕竟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了。可是此时虚空之上却出现了5道耀眼的光芒，光芒耀眼，宛如5轮明日。可仔细观看，却发现那里面乃是5件兵器，每一件兵器都非常精致，并且非常的巨大。尽管距离很远，但人们也能推断，每件兵器至少长达几万米，是真正的庞然大物。那兵器不仅巨大，更是威势滔天，宛如冰中王者。哪怕如此距离，人们也能感受到那兵器的威势，就连那璀璨光芒也正是由那兵器散发而出。可最主要的是，那5件兵器虽然各个气势滔天，但都有缺口，就好像可以拼凑成一般。仔细观看，人们又发现5件兵器原来相辅相成，虽然各成一体，但却能够拼凑成一件兵器。虽然无法推断最终拼凑成的兵器将是一个何等存在，但只看此时那兵器的威势，人们便充满了期待。此时6大势力的弟子都已经拔空而起，想要动身去将那兵器抢到手中，因为那5个兵器不仅位于这结界世界中心区域，还位于虚空深处。虽说此时他们能够看清楚兵器的轮廓，但却也知道距离甚远，哪怕他们的速度想要到达那里，却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他们必须争取时间，否则将要失去先机。可就在众位弟子动身之际，虚空之上雷声阵阵，紧接着无数道紫色的雷蛇在虚空之上奔腾，亿万雷霆同时涌现，相互交下，竟汇集成了遮天蔽日的紫色雷海。那雷海威势极为骇人，虽然没有攻击众人，可人们却能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攻击力是多么的恐怖。哪怕这些小辈一个个的心高气傲，可是看到那雷海也是心中一紧，不敢贸然行动了。因为那雷海在那5件兵器的下方，所以那雷海就宛如一道结界，将众人与那5件兵器给分割开来。若想拿到那5件兵器，必须穿过那雷海，可那雷海如此恐怖，要怎么穿越？这东西这么凶猛，该如何去拿那宝物？莫说我们就算至尊境，也未必拿得到吧。此时各方弟子之中都传来了抱怨之声，不仅是结界世界之内的人，就连结界世界之外那些通过虚空镜像来观看一切的众人，也是纷纷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都看得出来，那紫色雷海太过可怕，怕是至尊境都无法抵挡那雷海的攻势。一群修为最强不过尊者境，甚至还有5仙境的小辈，在那雷海面前
简直脆弱不堪。所以那雷海的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在众人不解之间，那雷海之中竟有雷霆劈落下，紫色的雷霆极为凶猛，它总共12道，宛如紫色的雷龙从天而降，轰在地上。那紫雷落地之际，大地都是剧烈颤动开来，大地震颤，仿佛唤醒了某种东西。于是自这地表之中，竟然开始出现宛如萤火一般的物体，但这个物体却比萤火要大上10倍不止。它们五颜六色，像是透明的泡泡，可却又散发着微光，非常的美，好美啊！此时，许多女弟子都是被那突然从地底冒出的光芒体吸引住了。快看，那里有光！忽然，有人指着远方高声呼喊，顺声观望，人们发现果然有紫色的光柱从地表直冲天际，最终竟然洞穿那遮盖虚空的紫色雷海，掠入了虚空深处。而偏偏那紫色光柱共有12道，并且光柱所在的方位正是那紫色雷霆所轰击的位置，这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刚刚自虚空轰落而下的12道紫色雷霆不是警示，而是提示。那紫色光柱乃是通道，通过光柱可以进入虚空。观察之后，九星天山之中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事实上，不只是九星天山的人，此时位于结界世界5个方位的弟子们都想到了这一点。突然有人动身了，是楚风。楚风率先动身了，但楚风他却并没有向紫色光柱的方向飞掠而去，反而是向相反的方向飞掠而去。对于楚风这个举动，立刻有人发出大笑，是宋金伦、欧阳平志。你风雷剑派可真是出人才啊！刚刚那个家伙先前态度那叫一个嚣张，连你我都不放在眼里，我还以为他是一匹黑马，是一个隐藏实力的天才，不曾想进入此处之后，他竟然立刻就逃了。不过虽然不是天才，但也的确是少见的人才。宋金伦那讽刺的笑声越来越远，因为他嘲讽的同时已经动身，率领着九星天山的弟子向其中一个较近的紫色光芒飞掠而去。王晨这个混账，真是丢尽我风雷剑派的脸面，回头我非要好好教训他一番不可。宋金伦望着楚风飞掠的方向，怒斥一声，但却并没有去追赶楚风，反而是身形一转，带着风雷剑派的弟子向另外一个方向飞掠而去。他们乃是向另外一处较近的紫色光芒飞掠而去了。毕竟他不想因为楚风这种人而失去先机，所以尽管心怀怒意，但相比于教训楚风，还是完成此处的任务更为重要。而随着距离拉开，欧阳平志等人已是看不见楚风的身影，可是外面的人看得到啊。结界世界之外的人通过虚空之上的景象，几乎能够看到那结界世界内的一切，并且通过解读唇语，他们还能够知晓结界世界之内的众位弟子们在说些什么。而楚风所伪装的王晨，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因为楚风之前的一系列举动，却早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再加上6大势力弟子就算赶往最近的紫色光柱，也需要一些时间，途中略显无聊，所以人们都将目光投在了楚风的身上。他们都想知道这个逃脱的家伙要逃到哪里。可是，一番观察之后，人们则是更加不解了。那个风雷剑派弟子到底在做什么啊？许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因为楚风他的所作所为，可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简单。楚风他一路走去，在收集东西，他在收集那些先前因为12道紫雷轰落而下，而从地底深处震出来的光芒体。不过楚风却也不是所有光芒体都收集，他是在精挑细选。那光芒体美轮美奂，可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无用之物。可楚风却挑选得如此用心，甚至挑选得手之后还会面露喜悦，就好像得到了心心念念许久的宝物一般。这样的一幕，与那些拼命带领众弟子以最快速度前往紫色光柱的南宫一凡、欧阳平志以及宋金伦等人，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南宫一凡等人为了夺得此次的宝物拼尽全力，让人动容的话，那么楚风则是玩物丧志，让人唾弃。风雷掌教，你风雷剑派这个弟子挺有意思的嘛，真是一个有趣的孩子。当得知自己无法战胜他人的时候，便干脆放弃，去寻找其他乐趣，此等心态实在难得。此时就连主看台之上的九星天山掌教，以及苗氏天族族长，还有龙凤仙阁掌教以及烈火书院掌教这等大人物们，也是对楚风品评起来。尤其是那九星天山掌教，话语之中尽是讽刺之意，并且一边说话还一边看向风雷剑派掌教，这让风雷剑派满面无光。盛怒之下的他便将目光投向了风雷剑派的那些长老们，那种怒视就好像在质问，为何这种愚蠢的弟子也能被挑选进来，如今害得我丢人现眼。而此时那些与王晨有关的人，一个个的更是吓得瑟瑟发抖，低头不语，觉得自己快要大祸临头。尤其其中一名叫做王尚坤的长老，他更是愁眉苦脸，愁得简直都快要哭了出来。他乃是王晨的爷爷。其实如王晨这种修为的弟子，在风雷剑派还有着不少，而王晨能够获得进入那结界世界的机会，他的爷爷出了不少力。本来他爷爷想着王晨进去混个脸熟，会为以后的前程做个铺垫，可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平日里非常有眼力的孙子，今日竟然忽然抽了风。这下不仅他孙子要倒霉，恐怕就连他也要倒霉。一时之间，这王晨的爷爷不仅悔恨万分，更是连打死王晨的心都有了。至于楚风，他自然有他的决断。楚风如今可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结界之力提升之后带来的好处，可不仅仅是战力增强这么简单，而是楚风的结界之术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质的飞跃。自然而然的，楚风的天眼也是得到了提升。天眼观察之下，楚风已是看出了不少端倪。那12道紫色光柱虽然有着不小的作用，可实际上那从地底飞掠而出的光芒体同样有着不小的作用。光芒体之中大部分都是分散注意力的无用之物，可实际上这光芒体之中
却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光芒体。这种特殊的光芒体没有统一的颜色，唯有认真观察才能分辨出它们。虽说单独的光芒体力量微弱，但只要收集到足够的光芒体，便可以汇集而成不俗的力量。大家关注楚风，不过是一时新鲜，就像是在看一个笑话一样，不过是图个好玩罢了。所以他们自然不可能一直盯着楚风。这不，当朱天门以及风雷剑派等势力的弟子抵达那紫色光柱之后，人们便再度将目光汇集到了那些弟子的身上。没有人在关注楚风这样一个笑话。可是当那些弟子来到紫色光柱之后，才发现那紫色光柱虽然洞穿了可怕的雷海，进入了天际深处，可是那紫色光柱却也有着一层守护力量，并且那守护力量还非常狂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那紫色光柱之内，自然而然的也就无法利用紫色光柱进入那天际深处了。甚至人们觉得那紫色光柱根本就不是一个通道，那就是一个简单并且有点危险的光柱。它之所以那样耀眼，不过就是想将众人吸引过去，仅此而已。一时之间，这让各方弟子大失所望，甚至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他们也知道紫色光柱如此耀眼，必定有它的用途，所以大家倒也没有放弃，而是仔细的观察起来。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人们也终于发现那紫色光柱的底部有着一座阵法，阵法里面还藏着东西，并且经过一番破解，阵法里面的东西人们也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并且12座阵法里面的东西竟然是各不相同，有的是靴子，有的是护手，有的是手套，有的是头盔，有的是护甲。总之12座阵法里面的东西可以组成一套铠甲。这样的情况不仅外面的人看得清楚，就连结界世界内的人也很快知晓了。这让人们恍然大悟的明白了一件事情：紫色光柱虽然无法让人冲出天际，得到虚空之上的兵器，但是那套铠甲可以。可重点是铠甲只有一套，这也就预示着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够穿过雷海，进入天际，拿到那虚空深处的5件兵器，破阵。发现其中奥秘之后，6大势力的弟子便开始立刻破阵。6大势力的弟子分别在破解6座阵法，而破阵的方法其实并不难，无需结界之力，只要武力就可以了。只要武力足够，耗费的无非就是时间而已。起初一切都还比较和谐，但是当那阵法将要破开之后，局面开始变化了，终于开始了。此时场外的人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可以通过那镜像看到朱天门的南宫一凡只身一人前往了烈火书院正在破解的紫色光柱。人们能够猜想到他为何这样做，他多半是想要抢夺烈火书院的成果。当然这只是猜想，并没有办法确定。之所以无法确定，乃是因为烈火书院的实力非常的强，烈火书院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至少从6大势力的弟子实力来看，挑战烈火书院乃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南宫一凡，你来这里做什么？果不其然，当烈火书院的人看到南宫一凡之后，也是目露警戒之色。尤其是烈火书院内那位最强的弟子申屠浩利，他声音如雷，话语之中更是充满警告之意。申屠浩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男孩子，皮肤黝黑，目光坚毅，就连发型都是那般的豪放。他穿的也不是裙子，而是火红色的盔甲，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骁勇的战士。身为烈火书院最强的弟子，所有人都知道申屠浩利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尽管她是一个女孩子，但她的战绩却是威震八方，甚至申屠浩利的实力曾一度被认为是6大势力所有小辈之中最强的一个。所以南宫一凡挑战烈火书院，人们才会如此关注。毕竟南宫一凡这个举动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人们也无法确定南宫一凡是真的要挑战申屠浩利，还是说他想要暂时联盟。就在人们猜测不定之际，南宫一凡忽然大袖一挥，下一刻无数道光芒体如雨一般飞落而下。那光芒体落在地上，不仅绚丽夺目，一重重非凡的气息更是弥漫开来。宝物，那落在地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你这是做什么？烈火书院的申屠浩利再度看向南宫一凡，只是此时他的眼眸之中已是涌现出了怒意。报仇，对于你们帮我破开这座阵法的报酬。南宫一凡很是平静说道。报酬，听的这2个字，那些围观之人变得异常兴奋。此时他们能够确定了，南宫一凡他根本就不是想联盟，他是真的想要挑战申屠浩利。此时人们都知道一场好戏就要开始。南宫一凡，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现在立刻滚出我的视线之内，否则我打得你满地找牙。申屠浩利冷声喝道。他是真的动怒了，毕竟南宫一凡的举动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侮辱，而对于申屠浩利的警告，南宫一凡则是微微一笑。下一刻天地震荡，南宫一凡他竟携带强大的威势直奔申屠浩利而去。南宫一凡他竟然率先出手了。见此情形，申屠浩利岂会认输？只见涟漪荡起，轰鸣阵阵，南宫一凡已是与申屠浩利站在了一处。这2位天才为了宝物已是率先开战，这对于所有围观者来说都是精彩的一幕。可是很快人们竟觉得目光有点不够用了，因为当南宫一凡与申屠浩利开战没多久，在那结界世界内的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场大战爆发。龙凤仙阁的乌明率领着龙凤仙阁的精锐弟子找到了苗氏天族，他的目的与南宫一凡一样，乃是要抢夺苗氏天族的成果。而身为苗氏天族的最强弟子苗九天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是龙凤仙阁的乌明也是与苗氏天族的苗九天站在了一处，轰鸣阵阵，涟漪四起。尽管结界世界内非常辽阔，可是那轰鸣还是传入了风雷剑派众弟子的耳中。欧阳师兄，他们似乎打起来了，我们当怎么办？风雷剑派的许多弟子都纷纷对欧阳平质问道。看来外面的争斗让他们感到了危机，所以有些慌了。慌什么慌？
进入此处之前就知道我们与其他势力之间必然是要有战斗的，难道你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欧阳平志凝声问道。而他此话一出，那些慌张的弟子都是羞愧的低下了头。欧阳师兄，我们并非惧怕，而是其他势力已经开战，那我们是后加入这场战斗。此时有懂事的弟子问道。其实这个人很聪明，毕竟这种时候不能伤了自家的气势，所以他将一些人的慌乱改写成其实是急着战斗，反而能够提高他们的气势。放心，这场争斗少不了我们风雷剑派先将这里的阵法破开，然后去找九星天山的人。欧阳平志高声说道。他从一开始就选好了挑战的目标，那便是九星天山。对，必须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风雷剑派的厉害。对于欧阳平志的决定，众位弟子也是纷纷表示赞同，甚至讲到要与九星天山一决胜负。许多人内心竟然变得沸腾起来。教训我们吗？你们可真是敢想啊！麻烦你们先掂量一下，你们自己几斤几两可以吗？可是就在这时，一阵很是讽刺的声音却自远处的天际炸响。顺声观望，竟有数道身影飞掠而来，那乃是九星天山的众位弟子，而为首的正是宋经纶，并且先前那句话也是出自宋经纶之口。可是不仅宋经纶在，而是九星天山的100名弟子全部都在。他们怎么全部都来了？难道他们没有破解阵法吗？看到九星天山的100名弟子全部出现在此处，风雷剑派的弟子就知道他们是要做什么。他们一定是想要夺取自己的成果。只是让人有些不解的是，九星天山的弟子竟然全部都出现在此处。难道说九星天山的弟子之前并没有破解阵法，而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宋经纶，你恐怕在一旁埋伏许久了吧？你可真是够有意思的，自己不去破解阵法，而是想着不劳而获，只想抢夺我们的成果，你可真是让我长了见识了。欧阳平志讽刺地说道。对于九星天山弟子全部出现在这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结论。只是对于欧阳平志的结论，那宋经纶却是讽刺的一笑，就好像是在嘲笑欧阳平志的无知。欧阳平志，难道你以为我们像你们一样弱小，破开这样的阵法要耗费那么久的时间吗？宋经纶说话之间，手掌已是摸向了腰间的乾坤袋，只见乾坤袋光芒闪烁，随后在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个精致的手套。看到那手套之后，风雷剑派的所有弟子便都明白了，原来宋经纶他们已经破开了12道紫色光柱中的其中一道，已经先他们一步拿到了铠甲的其中一件。当发现九星天山竟然快他们一步拿到了宝物之后，风雷剑派的众位弟子皆是脸上无光，毕竟在他们眼中，此次真正的对手就是九星天山。可是这第一轮的比拼，也就是破解阵法的速度上面，他们却已经败下阵来。猛然间，一道雷霆拔空而起，向九星天山的众弟子倒射而去，是欧阳平志。欧阳平志手握长剑，直奔宋经纶而去，他是想要抢夺宋经纶手中的那只手套。不过宋经纶早有准备，面对欧阳平志的攻势，他不仅立刻躲闪开来，还将那手套收好，且亮出了兵刃。紧接着虚空撕裂，涟漪肆虐，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这2位最强的天才已是站在了一处。而为了不影响到风雷剑派的众位弟子破阵，欧阳平志更是逼迫宋经纶将战场移动到了远处。风雷剑派的弟子明白欧阳平志的用意，所以开始全力破阵。可忽然之间，数道身影从天而降，呈包围之时，将风雷剑派的众位弟子给围住了。那乃是九星天山的众弟子，你们是主动让开，还是要我们动手？九星天山的弟子们用那势在必得的目光看着风雷剑派的弟子，而风雷剑派众弟子自然不会认输，眼见战斗无法避免，便纷纷停止破阵，而是联手攻向了九星天山的众弟子。狂妄之辈，今日新账旧账，算个清楚。一时之间，风雷剑派以及九星天山的所有弟子全部站在了一处，两派精锐弟子全部交锋，这可是少见的精彩场面。但是就是此等激烈的场面，却并没有多少人围观。此时结界世界之外的目光，更多的还是放在了南宫一凡与申屠浩利的方向，因为那面的战局已是出乎众人的意料。申屠浩利他身为众人所公认的6大势力之中当最强弟子，此时面对南宫一凡，竟然节节败退。而最令人意外的是，此时2人都已经施展出了各自较强的手段，天赐神力、战力至宝、传承功法3重力量的守护下，他们2人的修为都已经从2品尊者提升到了3品尊者的地步。可以说他们2人都已是毫无保留。按理来说，修为相差不多，兵刃级别也是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就算南宫一凡真的实力大涨，也应该是勉强压制申屠浩利才对。可是此时申屠浩利面露艰难，可南宫一凡竟然满面轻松，这让人们意识到南宫一凡已经全方位超越了申屠浩利，很有可能南宫一凡才是当今6大势力之中最强的小辈。申屠浩利，你已经败了，我不想伤你，你自己认输，这场战斗可以立刻结束，否则便怪不得我了。南宫一凡虽然这话语说的客气，可是他的态度却是高高在上，这让申屠浩利难以忍受。胜负未分，休要把自己说的好像胜券在握了一样。果然，申屠浩利被南宫一凡的话语所激怒，只见其身体变得火红，随后手中的巨斧直接丢向南宫一凡，天地震荡，虚空都变了颜色。以巨斧为首，竟然出现一条巨大的火龙，火龙破长空，直奔南宫一凡吞噬而去。见此一幕，许多人都是心神震荡，他们都知道这乃是烈火书院的正宗仙法9段仙法火龙吞天。6大势力天才其实本身实力相差不是特别大，而申屠浩利他之所以会被认定为是6大势力小辈中的最强者，正是因为申屠浩利掌握了这9段仙法火龙吞天。火龙吞天极难修炼，并且这火龙吞天
能够与冰刃结合，更会增加火龙吞天的威力。所以，当申屠浩利使出这一招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感觉可能分胜负的时候到了。尽管南宫一凡之前占尽了优势，可若是没有办法接下申屠浩利的这一招火龙吞天，那么他也是必败无疑。可是就在那火龙靠近南宫一发之际，南宫一凡的身上竟然释放出暗黑色的气焰，暗黑色的气焰化作一只堪比那火龙的巨手，竟直接将火龙抓在了手中。紧接着，那暗黑色气焰继续扩张，化作了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黑焰巨人。那巨人之大，竟比那火龙还要高大几倍。九段仙法，暗之鬼炎，南宫一凡他竟然修炼成了这一仙法，人群沸腾了。莫说那些外人，就连诸天门的许多长老与弟子们也都沸腾了。身为诸天门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暗之鬼炎是一个何等级别的手段。正因知道暗之鬼炎实在修炼难度太大，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震惊。但实际上，南宫一凡掌握着暗之鬼炎已经一段时日了。想当初，在祖武星域，南宫一凡与楚风对决之时，他就曾施展过这暗之鬼炎，只不过最终却是败给了楚风的仙境血雷术。可是，毕竟南宫一凡与楚风一战，所知之人甚少，况且南宫一凡以及诸天门的弟子也不可能去宣扬这件事，所以莫说人们不知道南宫一凡曾败给过祖武星域的一位小辈，甚至人们在此之前都不知道南宫一凡他已经修炼成了暗之鬼炎这强大的仙法。可恶！忽然一声充满愤怒的声音响起，是申屠浩利。此时申屠浩利所施展的火龙吞天已经被南宫一凡的暗之鬼炎所捏爆，化作漫天的火焰飘散于虚空之上，而申屠浩利更是被暗之鬼炎的一道余波击中。此时的他连御空之力都是没有，痛苦地坐在地上，已是丧失了战力。他败了，只是他难以接受这样的失败。好强，实在是太厉害了。按理来说，暗之鬼炎与火龙吞天也是同级别的仙法，可南宫一凡如此轻易的就击溃了火龙吞天，这便是战力的体现。同等修为，竟有如此强大的战力，看来六大势力最强弟子的名号当属南宫一凡莫属了。此时场外之人纷纷议论起来。事实上，不只是场外的人注意到了这一幕，就连结界世界之内的人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毕竟暗之鬼炎与火龙吞天这两大仙法实在太过耀眼，人们凭借那两大仙法就能分辨出是谁在争斗，也能看出此时的胜负。因为南宫一凡与申屠浩利刚刚的一击实在声势浩大，原本在远方交战的两位顶尖天才竟纷纷停手，同时将目光投向了申屠浩利，一击南宫一凡的战圈。想不到申屠浩利竟然败给了南宫一凡，连申屠浩利都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我们若是单独遇上他，更是难以获胜。乌明，你觉得还有继续斗下去的必要吗？苗氏天族的最强弟子苗九天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原本在与自己争斗的龙凤仙阁的最强弟子乌明，先收拾了那南宫一凡再说也不迟。乌明说道，我也正有此意。苗九天回道，话到此处，先前还在斗个你死我活的两位天才竟然相视一笑，达成了一致，联手。乌明与苗九天竟然要联手。乌明与苗九天的对话被外面的人捕捉到了，一时之间人们感叹连连。乌明与苗九天联手，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却也侧面体现了南宫一凡的强大。一时之间，南宫一凡那六大势力最强弟子的身份在众人的心中更加牢固了。若要联手，不如带上欧阳平志和宋金伦，这样胜算更大一些。乌明对苗九天说道，我听闻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前些时日发生了不愉快，想让他们一起联手，可能性不大。苗九天意味深长的看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尽管相隔很远，可是那远方交战的威势他们却也能够看到。他和乌明都知道远方的另一个战场定是欧阳平志与宋金伦在交锋，既然如此，那就看他们结果如何，谁赢了就叫谁联手。乌明说道，可能来不及了。忽然苗九天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因为他能看到那立于天地之间的巨大黑影正在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走来。南宫一凡在击败了烈火书院之后，开始向苗九天以及乌明的方向袭来。哼，南宫一凡真是嚣张。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手段，就算输也不能让他赢得轻松。眼见着南宫一凡来袭，乌明并未放弃，反而意味深长地看了苗九天一眼，而苗九天也是回应的点了点头。此时二人眼中都充斥着浓郁的战意，他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南宫一凡的准备。几乎与此同时，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众弟子的战圈之中又有一道身影跌落而下，而此时跌落的那一位是除了欧阳平志外风雷剑派最后一名弟子。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众弟子的战斗也是分出了胜负。风雷剑派的众弟子可以运转风雷剑，布置风雷剑阵，威力非常强大，可是此时他们一个个的却全部倒在了地上，败了。风雷剑派的众弟子败给了九星天山的众弟子，而之所以会落败，乃是因为整体战力的差距。我的筋骨还没活动开呢，你们竟然就全都倒了，真是太没用了。就这种货色，先前竟然还嚷嚷着要教训我们，可真是不自量力。看着那已经落败的风雷剑派弟子，九星天山的弟子一个个都开始冷嘲热讽起来，而风雷剑派众弟子兵败如山倒，此刻尽管很是不甘，却也都垂头丧气的，没人反驳。尽管风雷剑派的最强弟子欧阳平志还在和九星天山的最强弟子宋金伦战斗着，可是却已经落入了下风，要不了多久就将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在做无谓的抵抗已是没用。他们今日败了，并且败得彻彻底底，所以面对九星天山弟子的羞辱，他们也是选择默默承受。看样子宋师兄也快赢了，
羞辱风雷剑派弟子之余，九星天山的弟子也在观看虚空之上的局势。就算宋师兄赢了欧阳平志，可是能够赢得了南宫一凡吗？忽然，九星天山内有弟子说出了这句话，而他此话一出，原本还兴高采烈的九星天山众弟子脸色都是变得凝重起来。尽管他们之前在与风雷剑派弟子交战，可交战之余也在观察其他地方的战局，所以对于南宫一凡击败申屠浩立以及苗氏天族与龙凤仙阁可能联手的事情，他们也都知晓。尽管战胜了风雷剑派，让他们士气大涨，但他们却也都知道，他们真正的对手其实乃是诸天门的南宫一凡，而偏偏那南宫一凡已经成长为了一个他们难以抗衡的存在，甚至强大到让他们谈之色变的地步。真是想不到，这南宫一凡忽然变得这么厉害了。我可是听说，之前祖武星域那种垃圾地方都有一个小辈能够与南宫一凡战的难解难分，可是现在他居然能够战胜申屠浩立，这成长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不是难解难分吧？我可是听闻那个小辈胜过南宫一凡，你说祖武星域有小辈胜过南宫一凡，不可能吧？祖武星域那种垃圾地方怎么可能有小辈能够胜过南宫一凡？真的，这是有人亲眼见到的，绝非道听途说，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我也听说过，而且我还知道那个小辈是祖武星域灵狐天族的灵狐鸿飞。你说那个灵狐鸿飞，我听闻他已经死了呀？什么？死了？对，被祖武星域另外一个小辈杀死了，而且那个小辈还出自一个非常弱小的家族，好像是叫做楚氏天族。听说就因为那个小辈被人看好，所以那个弱小的家族如今更是成为了祖武星域新的霸主呢。真的假的？一个小辈能够带领家族成为星域霸主，那是何等存在啊！真的就发生在前段时间，以后这个消息定会传开，那个时候你们就相信我的话了。这样说来，那祖武星域内岂不是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家伙？此时九星天山的弟子议论纷纷，而他们的消息倒也灵通，竟然有人听闻了关于祖武星域的事情，甚至知晓楚风。毫无疑问的是，当那名小辈将关于楚风的事情说出后，九星天山的弟子们皆是感觉难以置信。那个小辈叫做什么啊？竟然如此厉害？对，快说说。此时九星天山的许多弟子都好奇不已，迫切的想要知道那个祖武星域的天才叫做什么。好像叫做楚风。那名弟子说道：楚风，按你所说，那灵狐鸿飞比南宫一凡厉害，而那楚风比灵狐鸿飞还要厉害，可南宫一凡现在又是我们6大势力的最强弟子，那岂不是说如今祖武星域那个叫做楚风的人远在我们之上？扯淡，你这一定是道听途说。对，道听途说，我就不信一个小辈能有那么大的本事，让一个弱小的家族成为一方星域霸主。可是很快也有许多弟子否定了这种说法，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出自于他们内心的骄傲。在他们看来，祖武星域就是一个垃圾星域，在那种地方不可能出现比他们厉害的人物，更何况按照那几位弟子所说，如今祖武星域出现了一个远在他们之上的小辈，他们自然不愿相信。好了，别议论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我们来这里可不是聊天的，咱们先将这座阵法破开，拿到里面的宝物再说，不然等一下宋师兄解决了欧阳平志后，发现我们竟然还没拿到宝物，一定会不高兴。忽然一名面容俊朗的弟子开口了，这个人不仅相貌堂堂，修为也是极强，乃是2品尊者。此人名为赵子成，是九星天山弟子中仅次于宋金伦的存在，所以他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分量。于是九星天山的众弟子便纷纷向那紫色光柱底部阵法走去，想要尽快破阵，拿到其中的宝物。可是忽然间他们却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当风雷剑派所有弟子都已经认输的时候，却有一个女弟子站起身来，并且拦在了那座阵法之前，那坚毅的目光好像不会轻易让他们拿到那宝物一样。而这个人乃是白露露。你这丫头要做什么？九星天山弟子问道。白露露没有回答，可是却将手中的风雷剑指向了九星天山的众弟子。看样子你是不服气啊，赶紧滚开，否则别以为你是女孩子，我们就会对你客气。面对这样的白露露，九星天山的众弟子不仅满面轻蔑，反而面露怒容。不过无论对方怎样威胁，白露露却依旧面色不改，并且也没有丝毫的退缩之意。白师妹，不要逞强。甚至就连风雷剑派的许多弟子都是开口劝阻白露露，所有人都不想她做无谓的牺牲。可对于众人的话，白露露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在她的眼中没有一丝退缩之意，这让人们知道她是已经下定了决心。真是给脸不要脸，给我滚！就在此时，九星天山的一名女弟子出手了，只见其大袖一挥，磅礴的威压便直奔白露露横扫而去。而这名出手的女子修为竟与赵子成一样，也是2品尊者。2品尊者的威压以白露露的修为根本无法抗衡。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白露露死定了的时候，只听一声轰鸣响起，下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白露露她不仅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在白露露的身前还出现了一个人。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也是随之响起，这么一大群人欺负一个女孩子，这也太过分了吧。而这句话正是挡在白露露身前的那个人所说。看到白露露身前出现的那个人，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就连白露露自己也是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出现在白露露身前的人，他们都认得，正是之前顶撞了欧阳平志与宋金伦，随后进入结界世界又逃跑的王晨。当然这其实并不是王晨，而是楚风。竟然是你这个家伙，有2下子竟然挡得住我的威压。九星天山的那名女弟子说道。对啊，王晨怎么可能挡得住那位的威压？那位的修为可是2品尊者呀。此时莫说九星天山的弟子震惊，而风雷剑派的众弟子则是更加的震惊。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王晨不过是一个区5仙境而已，
在他们这100名弟子之中，也是一个较弱的存在啊。而面对众人震惊的目光，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对那名女子说道：“挡得住你的威压，需要惊讶吗？实不相瞒，在我眼中，你不过是一个垃圾啊！”他竟敢如此说话！楚风此话一出，众人骇然。不管怎么说，九星天山那名女弟子也是2品尊者，虽然实力在九星天山内不如宋经纶和赵子成，可也是一位极强的存在。况且眼下这么多九星天山的弟子都在，包括宋经纶和赵子成也在，尤其是那赵子成就站在那名女弟子的身旁。这种情况下，楚风竟然敢说这样的话，人们自然震惊。相比于九星天山弟子，风雷剑派的弟子更加震惊。毕竟比较于白露露，他们觉得楚风这种修为才是真的找死。我赵子成保证，今日你就算不死，也休想安然离开。就在此时，赵子成站了出来。此时的他气场全开，明明是轻描淡写的话语，却让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尽管此时楚风的挑衅已与风雷剑派的众弟子无关，但却也被赵子成吓得瑟瑟发抖。看着这样的赵子成，风雷剑派的弟子都有了同样的想法。完了，这王晨绝对是死定了。可是相比于那被吓到的风雷剑派弟子，楚风却是淡淡一笑，看来你还不知道，其实在我眼中，你也同样是个垃圾。楚风看着赵子成说道：“什么？这家伙他疯了吧？王晨他一定是疯了吧？那可是赵子成啊，是九星天山仅次于宋经纶的存在。”楚风此话一出，人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尽管楚风挡下了那女弟子的威压，可是他们却并不觉得王晨能够击败赵子成。所以在他们看来，当风雷剑派大势已去的时候，王晨这样挑衅赵子成，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小子，你可真活得不耐烦了。我若没记错，先前顶撞我宋师兄的那个人就是你吧？刚好，我就替我宋师兄好好教训一下你。话到此处，那赵子成便再度拔出兵刃，准备对楚风出手。等一下，可就在此时，楚风却忽然摆手，示意那赵子成不要动手。怎么怕了？现在害怕，似乎有些晚了。此时，赵子成的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这才继续说道：“不过6大势力毕竟是联盟，考虑到盟友关系，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机会。这样吧，你跪在地上，把我的脚趾舔干净，我就考虑放你一马。”赵子成对楚风继续说道。他此话一出，风雷剑派的弟子竟替楚风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眼中，虽然跪地求饶、星号指这种事情非常的伤自尊，可总比被赵子成狠狠的教训一番要强吧。然而对于赵子成的话，楚风原本面带笑容的脸颊却忽然变得凝重起来。他再度看向赵子成，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你现在道歉认错，我可以当你刚刚的话没有说过，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楚风说道。疯了，这个家伙绝对是疯了。九星天山以及风雷剑派的弟子都是这种想法，而那赵子成更是放声大笑。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赵子成阴狠狠地说道。你的确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楚风说道。下一刻，雷光奔腾，楚风已是出手了。而当楚风出手的那一刻，风雷剑派以及九星天山的弟子全部都傻眼了。快看，你们快看风雷剑派的方向。忽然外面有人惊呼出声，而他惊呼出声之后，原本将注意力凝聚在南宫一凡以及乌明以及苗九天身上的众人也都好奇的将目光移向了风雷剑派所在的位置。天哪，可是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就连主看台之上那些大人物们也是目光变化。他们能够看到，原本已经击败风雷剑派众弟子的九星天山弟子们，此刻竟然在河里围攻一个人，而那个人乃是风雷剑派的弟子。只见那名弟子手持一把风雷剑，简直所向披靡。他每次出手，都有九星天山的弟子倒在他的剑下。不过顷刻之间，九星天山的所有弟子竟然全部都倒在了地上。可是偏偏这个人，人们却又认得，因为人们不会忘记，这个家伙正是刚开始被人们视为废物的人，是那个叫做王晨的弟子。他怎么这么厉害了？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不仅风雷剑派弟子震惊，外面所有的围观之人都是一脸震惊，甚至就连风雷剑派掌教自己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因为他清晰的记得，先前就是这个弟子让他丢尽了脸面。可是现在，当风雷剑派陷于危急之时，这个弟子竟然站了出来，这是他完全没有意想到的事情。深藏不露，这位小辈还真是深藏不露啊！风雷掌教，你风雷剑派真是卧虎藏龙啊！对，此子实力非凡，依我看，他是不在欧阳平志之下。恭喜啊，风雷掌教，恭喜你风雷剑派又收获一名妖孽级的天才。一时之间，先前还对风雷剑派掌教挖苦的人们，竟然开始夸赞起来。而对于这种情形，原本脸色难看的风雷剑派也终于是喜笑颜开。可是对于众人的询问，他也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认得这名弟子。虽说他是风雷剑派的掌教，可是平日里他都在闭关修炼，除了欧阳平志等最顶尖的弟子外，他所认识的弟子也不是特别的多。至少这个王晨他并不认识，但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弟子还真是给了他一个极大的惊喜。这家伙可是很快，众人的脸色从惊喜却又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风雷剑派的长老们更是面露不安，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风雷剑派的掌教。而九星天山的掌教更是拍桌起身，一脸愤怒地指向了风雷剑派掌教。你看看你教出的好弟子，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守了吗？而面对九星天山掌教的指责，风雷剑派掌教则是一脸的惆怅，不知当如何回应。因为眼下场内的情况的确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楚风对战九星天山弟子，下手越发狠辣。至于狠辣到了何种程度，看结界世界内风雷剑派那些弟子的表情就知道了。结界世界内那些风雷剑派的弟子
刚刚不仅被九星天山弟子击败，更是惨遭羞辱。按理来说，他们对九星天山那些弟子充满了怨恨，可是此时看到九星天山众弟子的情况，他们竟然不忍看了，甚至有人更是面露惊空。他们都被楚风的手段吓到了。六大势力是联盟，就算有恩怨，也要手下留情，至少在这里需要手下留情，毕竟外面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可是楚风他却根本没有留情之意，凡是与他交手的九星天山弟子，皆是身负重创，尤其是那个赵子成，此时更是遍地鳞伤，那个样子已经奄奄一息，看上去简直就快要死了一样，已不是一个惨字便能形容。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没有放过赵子成的打算。此时楚风手握风雷剑，一步一步向赵子成走去。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是来者不善，但却没有一个人胆敢阻拦。煞星在他们的眼中，楚风就是一个煞星，谁会去阻止这个煞星？你还想怎样？赵子成此时已是非常虚弱，颤抖的声音能感受到他此时的恐惧。在他看来，就算换作是他教训眼前这个叫做王晨的家伙，弄成此时自己这个模样也就差不多了。毕竟众目睽睽之下，不好太过分。可是他也察觉到了，眼前这个家伙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杀鸡儆猴，你懂吗？楚风对其说道。什么意思？赵子成满眼茫然，但同时越发不安，而楚风则是冷然一笑。下一刻，一道雷霆自楚风手中飞窜而出，直奔赵子成而去。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才发现那雷霆乃是风雷剑，只是此时的风雷剑已是从楚风手中飞出，落入了赵子成的身体。那风雷剑不仅洞穿了赵子成的肉身，那洞穿之处乃是赵子成的丹田，撕心裂肺的惨叫自赵子成口中传出，回荡在这天地之间。那声音可不只是痛苦，更多的乃是绝望以及不知所措和恐慌。毕竟他能感觉到他体内的修为正在快速流逝。王晨，你疯了！你这样会废除了他的修为。就在此时，风雷剑派的一名弟子开口了。这名开口之人也有着2品尊者的修为，虽然刚刚被赵子成击败了，可是他却知道王晨不应该这么做。毕竟此时外面各方大人物都能看到里面的情况，所以他开口呵斥，也并不是担心王晨，他是害怕王晨的所作所为为他们风雷剑派惹上祸端。闭嘴！忽然楚风手臂一挥，那刺穿赵子成的风雷剑径倒飞而去，最终落在了那名风雷剑派弟子面前。这一举动可将那风雷剑派的弟子吓坏了。虽然他也是2品尊者，可是刚刚楚风出手的速度太快了，当他反应过来之际，那把风雷剑已是落在连他的身前。这是警告，你给我听好了，我可不是你们眼中的那个王晨，说话都给我客气一点。废除修为只是警戒，你们若是人给脸不要脸，就算要你们的命，我也不会有一丝犹豫。楚风不仅语气冰冷，就连目光也是冷的，就连空气都变得冰冷刺骨，这让人们意识到楚风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说得出做得到的。饶命，饶命啊！我们并没有得罪之意，只是想吓唬你，看在盟友的份上，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忽然九星天山的弟子纷纷求饶，他们是真的怕了，毕竟他们先前也出口羞辱过楚风，所以他们害怕也落得与赵子成一样的下场。可是面对九星天山弟子的求饶，楚风原本冰冷的脸上竟然绽放起了笑容。早这样，你们也不必遭受皮肉之苦。楚风他并没有继续难为九星天山的弟子们，可尽管楚风此时笑得天真无邪，人畜无害，可是刚刚亲眼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之后，所有人对他都已是有了全新的看法。风雷剑派众以及九星天山的弟子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其实是恐惧，甚至就连那白露露看向楚风的目光也都变了。不过相比于旁人，白露露的目光并没有恐惧，她更多的还是诧异以及其他的神色。王晨，白露露早就认识这个人，毕竟王晨曾多次对白露露表白，对白露露的追求攻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凶猛。可是对于王晨，白露露不仅不喜欢，还非常的反感。之所以反感，便是因为白露露知道这王晨平日里嚣张跋扈，但其实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而那偏偏是白露露最厌恶的一种为人。但是此时的王晨却让白露露刮目相看，甚至让白露露觉得他好像对王晨有了很深的误解。这样巨大的变化，这也导致白露露看王晨的目光变得复杂。当然他并不知道，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并不是王晨，而是一个叫做楚风的人，所伪装的。白姑娘，你后退一下，我要将这件东西取出来。此时楚风走到了白露露身前，而说完此话之后，楚风便径直的从白露露身旁走过，来到了那座阵法之前。王师兄，请等一下。白露露开口劝阻，其实是想告诉王晨，他自己一个人无法破开那座阵法，需要众位师兄妹齐心协力才行。若是王晨一个人胡来，那阵法很可能会伤害到王晨。可是当他此话说出之后，却发现王晨的手掌竟然穿过了那结界阵法，随后便将结界阵法内的东西取出来了。这一幕莫说看得白露露目瞪口呆，在场的其他弟子也同样是目瞪口呆，尤其是风雷剑派的众位弟子，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刚刚看到的一切。毕竟那阵法可是他们耗费许久也未能破开的阵法呀。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那守护阵法很是厉害，根本不可能直接穿透阵法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将阵法破开。可是现在王晨却如此轻易的就将那阵法内的宝物拿了出来，这已经超乎了他们的认知。白师妹，怎么了？此时楚风回过头看向了白露露，而一边看着白露露，楚风还一边将手中的宝物收了起来。对于楚风这个举动，白露露已是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本来他叫王晨就是要提醒楚风不要一个人贸然破阵的，可现在王晨已经将阵法内的东西取出来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忽然之间，远处的天际传来刺耳的轰鸣，一股强大的涟漪更是扩散开来，将这方树木都是彻底摧毁。顺势观望，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的弟子则是有了不同的情绪。尽管距离有点远，但是人们还是能够看得清楚，那是欧阳平志与宋金伦的交战。此时，欧阳平志已经负伤，在做最后的抵抗，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欧阳平志在做无谓的抵抗也是没用。事已至此，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其实这场对决胜负已分。眼见着宋金伦就要赢了，九星天山的一些弟子激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他们先前被王晨折磨，甚至赵子成都被废了修为，可是哪怕如此，他们也没有去叫宋金伦求助。之所以如此，就是害怕宋金伦分了心，害怕宋金伦被欧阳平志击败。而现在眼看胜负已分，那么他们报仇的机会也到了。虽然有盟约的约束，可是既然是风雷剑派的王晨先下的毒手，那么宋金伦也就可以理所应当的进行报复。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拔空而起，竟然直奔宋金伦与欧阳平志的战场飞掠而去。这是哪个混蛋？这么一小会都忍耐不了吗？见有人行动，九星天山的许多弟子都是气得咬牙切齿，他们还以为是九星天山有弟子沉不住气去找宋金伦求助了呢。可是尽管看上去胜负已分，可毕竟还未彻底击败欧阳平志，他们都觉得这个时候去找宋金伦求助也并非明智之举。反正这么久都等了，还不如再等一等。可是当他们看清那位的身影之后，却面容僵持，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他们惊愕地发现，那道身影并不是九星天山的弟子，那乃是风雷剑派的弟子，并且那还不是寻常的弟子，那竟然是王晨，是那个先前折磨他们并且废除了赵子成修为的王晨。这个家伙他要做什么？此时莫说九星天山弟子一脸茫然，风雷剑派的弟子也同样是一脸茫然，甚至就连原本正在交战的欧阳平志和宋金伦也是忽然停手了。他们二人同一时间看向了一个方向，而当他们看到那位出现在不远处的身影之后，眼中竟涌现出了相同的目光，那是惊讶。欧阳平志，这是你叫来的帮手吗？忽然，那宋金伦发出了一抹讽刺的笑声。本就大势已去，马上就要失败的欧阳平志，面对宋金伦的嘲讽，脸色变得越发难看，于是对楚风呵斥道：“你来做什么？”可是楚风却根本就不理会那欧阳平志，而是看向宋金伦，看一看你那些师弟师妹的情况，你还笑得出来吗？说话的同时，楚风指了指远处风雷剑派与九星天山众弟子所在的方位。听得此话，那宋金伦与欧阳平志都是看了过去，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二人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震惊。虽然距离较远，可当他们使用特殊的观察手段之后，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不仅能够看到九星天山的众弟子一个个的皆是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甚至能够看到赵子成痛苦地捂着丹田，而丹田内更是有着肉眼可以看到的武力在不断的外显。赵子成的修为被废了，就算离开此地之后能够进行修复，但也会影响他日后的前程，这是何人所为？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这声怒喝正是传自宋金伦的口中。他愤怒极了，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怒火发泄在楚风或者风雷剑派弟子的身上，因为在他看来，风雷剑派能够做到这种事的唯有欧阳平志，除了欧阳平志外，没有人可以这样重创他们九星天山弟子。所以第一时间他就把那个做出这件事的人想成了另外4座势力的高手，把那个手套交出来，不然我要你与他们同样的下场。可忽然间，楚风的声音却响起了：“你说什么？难道重创我九星天山弟子的人是你？”尽管宋金伦已经将此话问出，可是话语之中还是有着极重的疑虑，他并不太相信是眼前这名风雷剑派弟子所为。宋师兄，杀了他就是重创了我们，还废了赵师兄的修为。猛然间，一声雷鸣般的声音自九星天山众弟子的方向传来，那乃是一种仙法，一种特殊的声音仙法。因为那仙法的特殊性，尽管他们相隔颇远，可是那位的话还是清清楚楚的传入了宋金伦的耳中。果然是你，我要你血债血偿！猛然间，宋金伦剑锋一转，顿时一道剑气飞掠而出，直奔楚风的丹田而去。他这是要废了楚风的修为，并且他那不是寻常的剑气，而是9段仙法。当他施展出此招之后，就连欧阳平志也是脸色大变，因为他发现若是宋金伦早就施展这一招，他可能早就败了。手下留情，是宋金伦之前不想真的重创他，所以故意手下留情了。只是此时面对重创了九星天山众弟子的王晨，宋金伦却已经没有了手下留情的打算。他这一出手便是杀招，那剑气锋利无比，连虚空都被切割成2段，所过之处虚空碎裂，陷入混沌一片。那威力有多强，只从威势之中人们就感受得清清楚楚。在人们看来，这一击若是击中，可能不只是废除修为那么简单，很可能会要了那王晨的性命。猛然间，虚空震荡，强大的涟漪在空中咆哮肆虐，击中了宋金伦的9段仙法，毫无意外地击中在了楚风的身上。这一刻，九星天山的众弟子忍不住呐喊起来，以此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怒火，以及那王晨被击败的喜悦。可是身为那仙法施展者的宋金伦却是眉头皱起，心中一种不安散发开来。身为这仙法的施展者，他对这9段仙法非常了解，而在他看来，此时充斥天地的涟漪根本不像是洞穿那王晨身体的表现，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了下来。就在宋金伦不安之际，便有一阵狂风自楚风的方向横扫开来，在那狂风的呼啸之下，充斥天地的能量涟漪便立刻散去。但涟漪散去之后，莫说九星天山的弟子，就连结界世界之外的众人也是感觉难以置信，因为楚风他还站在原来的位置，不仅未曾挪动半步，他的身上竟然也是毫发无损。
宋金伦的9段仙法竟然未能伤他分毫，他这是怎么做到的？众人被楚风此时的情况所惊呆了，实际上就连宋金伦也被惊呆了。可是就在下一刻，楚风忽然动身了，他化作一道雷霆，宛如一道雷龙，划破长空，发出声鸣，直奔宋金伦而去。他动身之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到，包括宋金伦也是看到了，但是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宋金伦就算发现连他的攻势，可却也根本来不及闪躲。下一刻，当人们再度看见楚风之时，他已是站在宋金伦的身后，楚风双手之上皆是闪烁着雷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的双手已是化作利刃，并且非常的锋利。最重要的是，楚风的一只手对准了宋金伦的脖颈，只要他再挪动一点点，就可以刺入宋金伦的脖颈之中，而另一只手则是对准了宋金伦的丹田。此刻，莫说宋金伦被吓傻了，就连欧阳平志也被吓傻了。此时，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的修为，五品尊者这个修为与欧阳平志以及宋金伦此时的修为是一样的。可是相同的修为，宋金伦在楚风的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原来不仅仅是赵子成没有还手之力，就连这宋金伦竟也是如此。宋金伦紧张地倒吞了一口唾沫，不过一瞬间的功夫，他的脸上竟已是汗如雨下。你赢了！宋金伦说话间，将那件破这儿得到的手套取了出来。他没有再进行抗争，尽管楚风并没有伤到他，但是他却仍然选择了投降。因为当楚风出手的那一刻，当楚风站在他身前的那一刻，当那2只如同利刃一般的手掌就摆放在他脖颈以及丹田的一刻，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他无法战胜的人。早这样不就好了？楚风微微一笑，便收起了攻势，也将宋金伦的手套接了过去。你这个人还算是识物，你那个师弟不行，你应该教教他，在不知道对手实力的时候出言要谨慎。今日遇到的是我只是教训了他一下，若是遇到其他人，搞不好他的性命都是不保。楚风此话说出之后，九星天山的弟子气得忍不住在心中大骂起来。赵子成的修为都被废了，居然还说只是教训一下，这个人是多么的不要脸啊！可是他们的咒骂也只敢在心中咆哮，根本不敢表现出来。当宋金伦都认输，且将那手套拱手相让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在这结界世界之内，他们九星天山已经没有人敢与那个家伙叫板了。王师弟，想不到你隐藏得如此之深，先前多有不敬，还望不要介意。忽然，一道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是那欧阳平志。之前还嚷嚷着要教训楚风的他，此时却是一脸殷勤笑容的看着楚风，那个态度简直与之前天壤之别。看着这样的欧阳平志，楚风竟觉得恶心。欧阳平志这种人与那王晨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欺软怕硬的主罢了，不用与我套近乎，你我本就不是一路人。楚风对欧阳平志说道。而听得此话，欧阳平志的脸色也是变得尴尬且难看起来，但楚风却根本没有看他。当楚风说完那句话之后，便已经拔空而起，他并未在此处逗留，而是向另外一处紫色光柱飞掠而去。所有人都知道他去做什么了，他定然是夺取那紫色光柱内的宝物了。毕竟总共有12道紫色光柱直冲天际，而6大势力各自只占据了1道光柱而已，所以还有6道光柱无人去破。楚风他并没有直接去与南宫一凡他们争抢，而是选择自己去破解那些没人触及的光柱。当楚风走后，宋金伦也是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敢移动身体。不过他先是擦拭了一下脸上的冷汗之后，这才动身。他来到了赵子成的身旁，开始用他的手段为赵子成诊治伤势。可是这一诊治，他的内心却是一动。他惊愕地发现，虽然赵子成的丹田被破，修为也有所流逝，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这是一种不仅可以治愈，并且还不会影响修为，甚至不会影响未来前程的伤势。简单的说，赵子成的伤只是看上去比较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如楚风所说，他真的只是教训了一下赵子成而已。于是宋金伦看向了楚风所消失的方向，说道：那个家伙竟然真的手下留情了。宋师兄，你刚刚说什么？其实宋金伦刚刚说的话，这些弟子都听清楚了，只是他们感觉无法理解。明明他们已经身负重创，被那个家伙折磨得很惨，为何他们的宋师兄却说那个家伙手下留情？这不是在帮着外人说话吗？我是想说，你们以后嘴上积点德，否则下一次你们可就不只是受皮肉之苦了。宋金伦以斥责的口吻对众位弟子喝道：我们知道了。虽然对于宋金伦的呵斥，九星天山众弟子纷纷低头表示认错，可是心中却变得不爽。明明被欺负的是他们，为何他们的师兄反而斥责他们？况且宋金伦自己也不是一个嘴上积德的人啊。宋兄，赵师弟的伤没事吧？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乃是王晨。不仅王晨来到了近前，在他的身后，风雷剑派的众弟子也是整齐地站在那里，在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敌意，反而更多的是歉意，那是一种认错的态度。你说呢？宋金伦只是白了一眼，对于欧阳平志这种态度，他并没有领情，因为他知道欧阳平志以及风雷剑派那些弟子不过是装样子罢了，不仅是装给他看的，主要还是装给外面那些大人物看的，所以对于这种虚情假意，他并不领情。